小芳爸很高兴，你愿意跟爸聊这些，那咱们就开诚布公的，好好说说这事儿。爸和妈离婚这事儿啊，肯定对你伤害很大，把你原来的世界给完全颠覆掉了。但是爸爸妈妈这么做的初衷不是为了伤害你，爸爸妈妈都很爱你，因为成年人的世界可能跟你想象的不是那么一样，它很复杂，他说不了那么清楚。你也知道，爸爸是爱妈妈的，但有时候就是因为这种爱，可能它太重，或者说是就慢慢变成了负担、压力，让你妈妈变得不开心。所以我们选择换一种相处的方式、模式。每个人都是一个生命，都应该被尊重，尊重他的选择，帮助他克服眼前的困难。你是爸爸妈妈之间最重要的桥梁，相信我们一起努力，这件事情一定会做好。我明白，看你对我妈也关心了不少。她现在对你不像以前对你那么烦了。对呀，我们就是得找方法呀，找方法怎么跟彼此相处，跟我的儿子相处，跟我的工作相处，跟这个世界相处。爸爸现在在开始一个新的工作，前途完全未知，明天会怎么样？那妈妈也是，她的工作生活也是一个重新的开始。在这时候，压力都大的时候，其实分开一下也好。当然，你也会想，我们这样做是不是太自私了？光考虑自己的感受，没有考虑你。其实，我们之间彼此顾虑最多的，其实就是我们是担心，我们把对生活、工作、情感、婚姻等等的这些压力转嫁到你身上，不想让你看到我们争吵，是希望给你一个简单的、安静的、平静的学习生活环境。但不管怎么样，现在很好，我跟你妈妈成了朋友，哎，反而这种关系，大家反而更能互相理解、互相包容。那咱们也能成为朋友吗？当然，还有你妈，咱们都是好朋友。那好朋友之间是不是要互相帮助、互相理解、支持？是不是？来，呵，来呀，干嘛？再来1000米，快来跟上！我还跑啊？哦。我回来了。哎，回来了。你怎么不问问我今天怎么样啊？展会那边都给我来电话了，说下个月有3场婚礼要办，都订我们店的花，还指名道姓要你去，我就知道今天很成功了。哎呀，你不知道今天可太悬了。真的啊？对，妈。我下午去学校接了一下，那个正好是展览馆那边有一个命题组的一个公开课，
挺不错的，我就连带去听了一下，忘跟你说了。你手机忘了拿，边先生给我打电话，怕你着急。谢谢。那我可以下班了吧？嗯，我走了，好再见。拜拜。走吧，小芳，妈带你出去吃。嗯，行，好，跟妈好好去吃个饭去。行。啊你去吗？啊，我啊不去就算了。去，当然。哎，先下点肉。好久没吃火锅了吧？哎，这有糖蒜啊。今天我请客啊。好啊。好。你们俩是不是有什么事儿瞒着我呀？妈，你都知道了呀？你这不是我跟他说让他别说了，这其实是有原因的。不是妈，这个事儿不怪我爸，就怪我，我不应该自己单独跑出去，让你们这么担心我。但是，我爸今天跟我聊了很多，我知道你们这么做都是为了我好。但是妈，你知道吗？我爸可比以前更加爱你了。行啊，敢于承担责任啊，还跟你爸一个鼻孔出气儿是吗？不过今天算了，咱们高高兴兴吃顿饭。哎，对，哎呀，这刚才跟我一紧张，灵魂的鸭血都忘家了。哎呦呵。那你还别说，哎，今儿气色可真不错，你自己感觉到没？是吗？嗯。我今天在外面工作的时候，差点就发病了。不过我很努力的克服了。哦，是吗？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度过来的。反正我觉得，我好像找到了一种和这个病相处的方式。哦，哟，这可以啊！我觉得我不会再被他牵着鼻子走。可能是工作的压力吧，反而让我有了一种力量。我也不知道，别高兴得太早。哎呦，这个太棒了！啊，不是，这可值得高兴。哎，服务员，拿瓶啤酒。一瓶就够了，再来点饮料。我不能喝酒，我还在吃药呢。哎，饮料，我来个。来，庆祝一个。谢谢。呀，哎，具体那是什么感受来着？就是当时突然之间，情绪都快崩溃了，然后我就一直在跟自己说话，然后就努力的，就克制住，然后就过去了。哎，就这种感觉一定得记住它，复制它，copy它，哎，持续它，是不是这以后就会越来越好？我今天得多吃点。刘总您好。你好，赵总，这位就是我跟你提起的付欣彤女士，付女士，这位是千禧婚庆公司的赵总。哎，你好。幸会，赵总。来坐。刘总，您电话里说这儿在下个月要举办3场婚礼，这3场婚礼的花艺全部交给我们来做。是这样的，付女士，这个婚礼呢是由我们公司承接的，但是公司的花艺师这个月刚请了年假。我这不听刘哥说，上次酒店展会你们花店完成的很不错，所以就想跟您认识一下，看看你们店有没有意愿打个包，一起把这3场婚礼的花艺都承接过去。
价格呢咱们再商量。如果这次合作愉快的话，咱们后面可以签一个长期的合作合同。当然好，谢谢刘总的推荐。赵总是这样，我们花店刚刚开业不久，我们没有承接过像婚礼这样的活动，所以我们插花的风格和方式可能跟您要求的会有所差异。现在承办婚礼，谁还按套路出牌？就是，客户的想法都独特着呢。我相信刘哥的眼光，您的能力肯定没问题。如果您愿意试一试，这个甜品台、仪式区、拱门、现场、户外，这个花怎么布、配色怎么选，都由您和您的团队来出方案，我们去跟客户确定。你看怎么样？行，我回去跟我们店长说一下这个情况，然后我尽快出几份方案给您先看一看，希望我们能合作愉快。好，那最好不过了。今天点这么多啊，又这么主动请我吃饭，什么情况？怎么了？项目推进不下去，感觉要失业了。哎呦，我以为什么事儿呢？不就一个项目，还至于失业？这不像你说的话呀。不只是一个项目了，好几个项目都这样，大家斗志都快没了。关键是我也谈不下来客户，不知道怎么办。千万别气馁，我觉得不是你的问题，因为我对齐正的了解，是他心太大了。他经常就想憋着一个惊天动地的大项目，如何如何，但是其实有那么简单吗？你想想，对吧？我突然想到，其实他们之前有一些项目非常不错，但是种种原因吧，现在搁置了。没准你回去查查资料，看一下这些项目里面有没有适合当下市场的。真的。有道理哈。还是你脑子好使啊。我回去看看。哎，我看最近那个边总不是也在吗？这事儿你没找他聊聊？没有啊。没有。怎么了？没事没事，挺好。我觉得这样的大餐和你随时随地被打扰，我都觉得挺好的。你吃啊，吃点这牛肉。整包？对，预算给的不低呢，全部都交给我们来做。那个赵总说了，如果我们愿意承接，他马上就可以出合同。我是这么想的，我们根据客户的要求多做几个策划案，等我们的策划案出来了，得赶紧拿给婚庆公司跟他们对接，用什么花，做什么配色，我其实大概其有一些想法了。我今天晚上回去把它落实一下，明天就拿给你看。傅姐，你要真的想接下这个活，我恐怕是帮不上什么忙了。什么意思啊？我决定把这间店卖出去。把店卖出去？为什么？怎么会这么突然？其实不突然，这件事我已经想了很久了。前段时间我就想从深圳离开，到大理去开店，可是呢，一直没能下定决心。这么说起来的话，还是你帮了我呢。我眼看着你都已经跨出这么艰难的一步了，从店里慢慢的站稳脚步，到现在可以独当一面，我也想像你一样跨出自己的舒适圈啊。傅姐，这2天我一直在酝酿一个想法，你有没有兴趣盘下我这个店？我吗？我当一个花艺师可能还行，可是要经营这么一家花店，我恐怕不行了。傅姐，你太谦虚了，这店里大大小小的事，你是熟到不能再熟了。我是觉得你这么热爱花艺，对这间店又有感情，与其去找其他店家，重新开始，为什么不干脆给自己安一个窝呢？如果这间店交在你手上，我比交给其他人还要来得安心啊。
是吗？确实啊，今天这事我说的比较仓促，要不你再回去考虑考虑。领导，这么晚了还在工作？给你买了个喝的，提提神。谢谢谢谢。你在看什么呢？咱们公司之前的一些提出来的方案吧，有的被否了，但是我看看有哪一些还有些价值。我这一看，我才看出来这个田姐很厉害啊，提了这么多方案。你别看他平时神神叨叨的，但是人家可是正儿八经科大毕业的天才，之前还得过什么国际科技大奖呢。哦，是吗？哦呦，他有好多想法，我都觉得挺超前的。只是可能现在很难被人理解吧。我之前看过他做的什么智慧通 App， 还有易言 App， 都挺有意思的。还有一个关于无人驾驶汽车的，你可以看看。无人驾驶汽车？啊？是哪个？我看，无人驾驶汽车。啊，对，就这个。二模考了500分呢，对啊，你没骗我吧？没骗你，可以去看卷子了。我知道，我相信你，我就是不敢相信你考了这么高的分儿。你可真厉害啊！这厉害啊！那我跟你说吧，我现在努力，争取3模的时候考得更高。好。哎，那个嘛，我不跟你说，我还有套卷子还得做呢。等一下，我再给你削2块。晚上还想吃点什么吗？哎，不用麻烦了，不吃了。啊，不吃了，不会饿呀？不会。那快，我要走了。再来一块，再来一块。好，拜拜。反正来到公司这段时间，我一直在考虑啊，怎么用我这个专长，能够给大家打开一些思路啊。当然，我不懂什么源代码、元宇宙这些，那我有的也就是在车企10几年的工作经验。乌托邦的测试结果大家也都知道，不尽人意哈，大家也都很沮丧。但我觉得这可能也不是个坏事。我们是不是可以就借这段时间好好反思一下？咱们用一个 app 要覆盖这么多行业，到底它的落地啊，还有其他方面实不实际？这段时间我反正又翻看了一下我们之前公司的一些提案，当然草草又给了我一些思路。有些东西我们可以再关注一下，比如说前面田径的做的这个项目。智能无人车，我就说嘛，你看之前这1年我们一直在跟赫拉打交道，那对于车企来说，应该已经不是一张白纸了。而且无人驾驶，这是未来。你是说，做一个无人车送货的外卖平台？我先说说我的个人想法啊。你们看啊，虽然说现在实体经济不景气，零售业和餐饮业全靠外卖撑着，但是只靠外卖员送货，这系数和安全效率还是太低了。我认为无人车才是外卖的未来。它不但能减少人和人的接触，还能节省时间啊，这样会更卫生、更便捷呢。哎，那这项目当初为什么否了的？当初，当时还是缺资源，
做这个无人贩售车的购物平台呢，它除了技术之外，它还得有高级别的这个能够自动驾驶的无人车。我们也找了一圈，有这个技术实力的车企呢，看不上我们，那找过来的那些车企技术又不行，大概情况就是这样。哦，那要这么说起来的话，我们如果找到一个合适的、符合我们标准，而且也愿意跟我们合作的车企，那这个项目就能推进下去，是不是？是这个意思。林哥，其实最合适的车企就是赫拉。之前我跟赵显谈过这个项目，但是后来因为我们这直营 app 的项目也没做下去，我也就没提这个事儿了。其实之前就有这个想法。其实不用看这么仔细，就针对于无人驾驶这个领域来说，你我都清楚，这一定是未来。你看，就像过去10年这个电子商务一样，无人驾驶以后一定会出现在类似于送货呀、外卖呀，甚至出租车呀等等的各个领域。所以说，现在我们谁把眼光放到这一块了，那未来那就是谁的。行吧，直接说想怎么合作，都可以。我当时觉得你只是帮图灵做一下说客，没想到野心这么大。当初啊，还真是就是为了帮个忙，一帮年轻人嘛，谁知道后来上了贼船了。哎呦，别谦虚了，我总觉得自己被你玩得团团转呀。你说你当时说服我买了他们的 app， 我以为我赚了，结果呢？结果你们用这笔钱去开发了一个新的项目，然后现在再要卖回给我。你说你这是草船借箭呢，还是空手套白狼啊？哎呦，可不能这么说。但古话也说得好啊，这个什么叫背靠大树好乘凉啊？你说要没有这个大公司一直以来的滋养，也产生不了现在这么好的项目，对不对？哎呦，也就是说，我们这样的小公司，它成长到再高的高度，对你们来说那只是一个阶梯而已。佩服。这样，我先定制一个原型车进行测试。接下来的所有的合作都取决于这次的测试，好吗？据报道，奇光物流公司营业网点代收货款资金被挪用，涉事人员被相关部门带走，奇光物流公司正在接受相关部门调查。现在这个事情我们还在调查中，于总现在不方便接受任何媒体和记者的采访，你们一定要控评，不要让事态扩大，赶紧去处理吧。哎呀，二叔啊，你不要跟着瞎着急好不好啊？你注意你血压行吗？现在都只是一个个人问题啊，我们整个的体系运转的还是没有问题的，而且业务量呢也在上涨。是我知道你着急，你该吃药吃药好不好？啊，你那边的事情都交给我来做，好吧？好了，你放心啊，没事的啊，挂了。于总，现在于氏集团的投资部也炸毛了，让我们24小时之内就得平息这场风波。对，我妈那边有什么态度吗？董事长那边暂时还没有什么回复。哎呀，现在是投资人让咱们交代，消费者也让咱们交代。行业内呢，对咱们有不利的谣言，社会上也在说七说八的，真是四面楚歌呀。公安公司已经在处理了，只不过网络话题发酵的比较快。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公司怎么会出这么大的事儿啊？余光，这种事儿会让公司垮掉的，谁负责？唐天卓，都是你的错。从你来了之后，余光什么都跟着你，余光跟着你疯狂的扩张，什么都听你的。
现在出这么大事，你给我交代清楚！今天这个局面也不是我想看到的。我给于总的每一条建议都是为了公司好。如果我来背这个锅，能跟投资人有个交代，能给消费者负责，那我立刻就辞职。你什么态度啊？出这种事儿，你给我这种态度！李曼，李曼，我是这个公司的决策者啊，不管下边出的什么主意，出的什么方案，拍板的人是我。如果要负责的话，我来负责啊。玉州，你先去忙。好。余光，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给我护着他？那现在怎么办？公司怎么办？家怎么办？你怎么办呀？李曼，李曼，事情啊，要由专业的人他们去解决，你不要担心啊。你先回家，照顾好钟钟。我这段时间呢，一直都要在办公室，在公司里，家里托付给你啊，好吧？那我。哎，张总啊，哎，是我，我知道，我一定会处理好的，啊，您给我点时间。哎，谢谢，拜托了啊。听说你在基金公司请了长假。是啊，之前工作太忙了，我觉得很累，我想给自己放一个长假。以前老觉得好多事情不着急，想要等退休以后再去做，现在我不想等了。我给自己报了瑜伽班陶艺班、书法班。我现在就想对自己好一点，人生苦短，只争朝夕。挺好的。哦，对了，赫拉的事情我听说了。直营店这个想法真的非常好，我很支持你。但是，售后、维修和保养这一块，4S 店是不会给你助力的，他们可能会拆你的台，所以你一定要自己建立一个良好的售后系统。这件事儿可不能只争朝夕，急不得，得要慢慢来。但是我相信你可以的。谢谢。不过董晓，今天我不想聊这些。赵显，如果你要跟我说咱们俩之间的事儿，我觉得就没有必要了。咱们已经把话说得很清楚了，像现在这样喝喝咖啡、聊聊天、做朋友，不好吗？好朋友，我做不到。你不是之前一直想要自由吗？这个就是自由。现在我也很想要自由。董晓，我不想放弃。赵显，可能在你的人生当中，大部分的时间是你说了算，你能做主。但是我可以告诉你，实际情况不是这样的，有很多的时候是事与愿违的。那这次我听你的，我改，行吗？不要不解决问题就直接放弃。人生中有些问题是解决不了的，你以后会知道。那这事你跟斌哥说了吗？没有，这是我自己的事，不用麻烦他。傅姐，有些事斌哥不让我告诉你，但是我都要走了嘛，所以我还是想让你知道。什么事？其实你来店里上班，边哥都一直默默的在帮你，还帮助我们整个花店。你接手的很多业务都是他在帮忙张罗的。虽然我不知道你们之前到底发生了什么，但是我觉得你应该给他一次机会。你稍等一下哦。
这是边哥送你的。店长，谢谢你啊。不过那个钱的事儿，你再给我一点时间行吗？我得想想办法。谢谢谢谢，没别的事儿，没别的事儿啊，那我先挂了啊。妈，小芳啊，妈，没事吧？你坐，你坐。好。妈妈想把那家花店盘下来。就是你工作那家花店吗？对。你支持我吗？当然支持。你要相信妈妈。咱们俩没有爸爸也能过得很好。这件事儿你一定要替妈妈保密，千万不要告诉你爸，行吗？行。刚才说什么？你妈妈要盘店，盘哪个店啊？就他公司的那个花店。其实我能理解我妈，她就是想要独立，不想让我爸再帮忙了。但我觉得她这么瞒着不好啊。你妈妈真说她要出去借钱？对啊。爸。哎。爸，您这是干什么呀？听爸的话，让你拿着你就拿着。不行不行，爸，您有时间到这儿来坐坐，我很欢迎。但是，我肯定不能拿您的钱，你这是。心托，你先听我把话说完，好吧？刚才我一进门啊，看见你在这里边忙里忙外的，我就能知道你对于这个店的感情有多深。现在你要把这个店盘下来，爸爸去双手赞成。啊，咱不说别的，就算我每天出去遛弯，那有这么个地方我也过来转转呢，再闻闻这儿的花草味儿，那心里边也很愉悦呀，对吧？再说，你没告诉边亮，我也理解，你是体谅他忙，怕他分神，对不对？但是你光体谅他了，你也得体谅体谅爸呀，啊？我跟你讲，这个钱是爸的养老金，爸还有一笔积蓄，这个钱将来都是你们的。你现在盘店需要钱，正好派上用场，那你说爸这心里多高兴啊！爸，这养老金是您一辈子工作积攒下来的，我开店怎么可能用您这个钱呢？您千万收起来。我没做过生意，万一要是做赔了，我怎么对得起您啊？哎呀，不过您也相信我，我有能力。我既然想到了要盘下这家店，我一定是有自己办法的。系统，这个钱是爸爸给你的，爸爸给女儿钱天经地义。我告诉你，父母
是干嘛的呀？父母就是你们子女后边的那堵墙，那把伞。说你们累了、难了，可以往后靠一靠，找个地方避避雨，对吧？嗨，现在爸就一个心思，就想能帮上你的忙啊。说句不好听的吧，你别看现在爸身体还行，可是将来万一要嘎嘣了，那我想帮忙都没帮上，那你说我这辈子有多遗憾呐？爸，您说什么？干嘛要说这样的话呀？我说的可不是，爸说的就是。爸，您在这儿。啊。我要盘花店的事儿，是不是小芳告诉你的？按说盘花店的事儿，我觉得特别好。那就是小芳告诉你的。你这甭管谁，这是好事儿。我这一听说，哎，是这事儿靠谱，值得一做。就没有不好的方面吗？我好像没想出来。月亮，咱们分开那么长时间了，我其实一直都在反思我自己。我过去太爱挑你身上的毛病了。其实，婚姻啊，是人这辈子修行的一部分。无论是跟谁在一起过，其实都是在跟自己过。如果自己想不开，老要追求完美，那跟谁换谁，其实也都是一样的，是吧？有道理，不是，有哲理。我回去好好琢磨琢磨。先把话说回来，就说这花店的事儿，这不是说你一个人能不能开得了的事儿。我爸也有这想法，我们俩呢想以这个入股的形式参与进来，那盈利了我们可以分红啊。最主要是你说这盘店呀、租金这点也没必要出一界限。我爸呢养老金他也花不完，他也想干这事儿，我呢再出点，这不轻轻松松这事儿就办了。那我要是做赔了怎么办？赔了的话，那是不是每个人的损失也都不大？是不是？我跟你说，这事儿就这么定。真的，我仔细想想，太好了。你看啊，一个是你喜欢花，啊，这对你来说又是一个挺有意思的事儿，还是一个小事业，你的状态又变得好，赢了咱们还可以挣点钱，你这多好。这事儿吧，我得跟你爸还有小芳商量。不能就你一个人说了算。行，董事长，你晚上有时间吗？我同意，就把咱们这个店办成家族企业。家族企业，哎，你想太多了吧？怎么叫太多了呀？啊，反正我现在闲着也没事干，是吧？过去帮帮忙呗，啊，以后啊，我就是一打杂的，你有什么事你就派我，该让我干什么你说话，好吗？爸，不用您干活，您当股东。我想这花店就按边亮说的吧，您跟边亮暗自入股。哎呦，哎妈，还有我呢，我可以技术入股。你有什么技术啊？哎，我做饭做这么好吃不算技术吗？你都不用再吃盒饭了。不是，这你做的呀？对啊。这什么味道？这个的？哎，我实验新研究的那个新佐料。我说你以后做饭，我连洗衣粉都得藏起来。这什么都往里搁呀？这什么话啊？这是？哎呀，咱们这家的人，上次一块吃饭，还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啊？妈，我提议，我爷爷以后可以每周来这儿吃2次饭。可以啊。我呢？你太难伺候了。记仇还？